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耳闻哈。今天要选的是这3张牌1、2、3哈。在你选牌的同时，我们来让你领取好运哦。讲一下今天的领取好运是什么？今天的领取好运呢，是你最近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哈，会让你展现你的能力哈。如果你是在工作的话，你会在团队里得到一个领袖的位置哈，所有人都会跟随你去做。去做你的案子啊，或是你的方向都会是你提案的方向，或是你想做的那个目标哈，大部分的人几乎都会支持你，而且你会显化那个目标变成一个很完整的项目，变成一个很非常受到赞赏的结果哈。那如果你是在课业上的话呢，最近你可能成绩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机会哈，突然你就打开了一个窍门，打开了读书的窍门哈，你就能够领悟到更多学习知识的一些诀窍哈。那如果在人际关系里面呢，最近你会大受欢迎，你提的一些旅游的一个想法，或是一个餐厅大家一起聚会的什么，都会受到大家的附和哈，大家都会非常重视，都会听你的话哈。最近你会得到一个非常强的领袖气质啦。好，然后拥有这领袖气质之后，你想要显化的事情，你想要做到的目标，哈，基本上都会实现了哈。好好把握这一次的一个自我能量的提升和高度的提升的机会哦哈。这就是今天的领取好运。如果喜欢的记得按赞，按赞对影片很重要哦。好，这3张1、2、3，你选好了吗？如果需要再看更久的话，你可以按暂停。那如果选好的话，我们就开始吧。好，现在开始是选到1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这个春天你会在哪里跟他邂逅？你会在哪里遇见他？哈，我们来做一个预测。春天的日子的话，我大概抓，反正就是春天的日子啊，你自己心里那个日子内就可以了，也可以延续到夏天呐，哈，都可以哈，反正你可以抓半年都可以哈。来，你会在哪里遇见他呢？我们先来做一个预测跟推测哈。好，我们先来抽3张牌来做哈。为什么我的直觉是你会在一些有建筑新大楼的附近的环境，你会遇到它呢？总之，如果有一些商城，它附近还在新建一些新大楼附近的话，周边的一些商城啊什么，你可能会遇见它哈。它会在一些为什么会说商城？因为恶魔牌出现了，我觉得它是一个增加自我魅力啊，增加自我外表上的吸引力的一个环境，然后他给我这个暗示哈，然后这超会让我觉得他好像是有一种万丈高楼平地起，要重新建立一个高楼的，所以被我暗示到的是，我觉得他可能会在有一些建筑的环境啊，譬如说或是一些室内装潢的环境啊，那种哈，有在重新建造一些建筑有关的东西的附近啦，那个能量附近你会遇见它哈，很特别，很特别。然后这个是土的能量在这里哈，所以因为它这个能量就是从一种基础的土能量的东西，在往上有愿景的、有方向感的这一个能量上去，所以我才会这样子比喻哈。所以如果你这么需要的话，你可以多去那附近的商场啊，或是逛街去逛一逛吧，你可能会遇到它。好，来我帮你看一下别个契机啦，就是需要朋友啊，或是跟朋友一起还是自己去逛呢，会遇到呢？7哦，哦，这个就比较难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这边有一种，就是可能去参加一些座谈哦，去座谈一些身心理的课程，或一些解决自己内在心情的一些舒压的课程哈。因为它这里有一些内在心灵的那个内在本质上的一些困境哈。然后可是命运之轮出来了，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方案可以解决，所以我才说你可能要去做一些课程啊，或是一些讲座哈。你去参加这些讲座啊、研讨会的会场哈，那些环境你会比较容易遇到它哈。它这里有一种知性的散发，知性的就是你会受到一种外来的解决能力哈，会开启你的心智，会开启你的新知识，
的一种契机点，所以我才会说是研讨会啊、座谈会啊，或是去参加一些活动的前面的一些开幕会，就是人多的，然后会有一些人会演讲哈，会有一些人去分享他的一些人生经历的那一种智慧开启的一种场合哈，那种知性被开启的场合里面，你可能会遇到他哈。然后命运之轮带动了，就是说在那种环境里啊，那一种爱情的能量哈，桃花的能量会滚动的比较大哈。你可以去试试看看，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的方向了哈，可以去试着琢磨一下哈。好，目前看到是这两点，选择1号的朋友，这个各方面的暗示都比较特别哈。好，我用另外的牌来翻哈，来，再请他会给我更多的一些契机点哈。最近这个牌我算得很有感觉，所以我尽量用这张牌来翻，好，这组牌。好，好，来看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环境会很多哈。的确，你可能要去一些比较多人聚会的了哈，去一些有食物可以吃的、有免费食物可以吃的场合。就是那个活动是有给一些来宾吃东西，有一些 buffet 啊，然后有一些饮料或赞助什么的那种环境哦，大家需要小小的吃吃，而不是大吃大喝，就是小小的吃吃喝喝的环境哦。因为它这边有一些物质能量，有一些享受型的物质能量在这里哈，然后这边也有那个国王牌哈，它更多的是一种大家交际的交流上的一个能量，到一个顶峰哈，就大家为了某一种目的而来的一种场合哈。所以你可能要去参加，就像我刚前面讲的，就是去一个座谈会或什么研讨会啊。但是尽量那个研讨会什么，他们前面有一些休息时间，或中间有一些休息时间是给来宾可以吃东西的那个环境会更好哈。因为它那个环境是当我们在吃东西、喝东西的时候，你才会有机会制造一些交际的时间，然后有那个空间会出来哈。在那个时候，你就会认识，你会认识那个你会认识你需要认识的那个人哈，而且因为那个环境都会比较实际，讲一些比较不是缥缈的环境哈，它可能会讲一些比较实用实做的，对你的生活有一些实质帮助的环境下，你们的谈天可能会比较局限于或限制于一种生活的交换啊，一些生活经验的交换哈，所以当下你可能会邂逅一个你蛮心仪的人哈，可是你们的谈话内容可能还不会比较少会谈到个人的私生活，通常都只会讨论到工作或是个人兴趣上面。一开始的第一类接触会比较僵硬一点，会比较僵硬一点。但是记得要留下联络方式哦，如果你感觉不错，后续的联络会更为重要哈。来，我来翻更多一下对方的能量哈，你会遇到的那个人的能量跟各方面的讯号是什么哈？也是翻很多了，迫不及待的想要得到更多的讯息哈。对方是一个外在条件非常好的人哈，他非常有魅力，他会在你面前呈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绽放哈，你会很快就会被他吸引住，所以而且他的眼光目光也会在你身上哈，所以你最近如果遇到一个人，你开始觉得你第一眼就非常喜欢，而且他也没有高高在上，他不会让你觉得高高在上，然后他跟你的一些情绪上的联动，你会觉得非常的强烈哈，很快你们的感受会连接在一起哈。所以像我刚刚说的那些场合的话，如果你已经看到一个外在感觉你比较喜欢的人的话，通常应该就是那一个人了哈。那一个人可能他很容易回头看到你以后，他也会注意到你的存在哦。不过第一次的接触确实是会比较片面的，比较表面的哈，不会那么深层的。这边有看到，因为特别有这两张牌告诉我说，如果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聊一些比较深层个人私人的话，可能会破坏这个关系哦。他需要的是第一次就要温温的，要点耐心聊一些简单的，事后你们再约出去，再一点一点的进步，这关系要一点一点的进步才有可能会达成哈，才能够往恋人那个方向去。他现在只是告诉你一个契机，说在这个春天你可能会在这些场合会遇到这样子的人哈，但是这个关系的进展节奏其实是放慢的，是比较慢的哈。只能说目前这个的外在条件跟他可能有一些工作条件跟才能条件是符合你的要求的，你会蛮欣赏他一些表现，你很快就会欣赏他。但是这个第一次接触如果没有好好把握后面要延续下去的联络机会，或是感情温度，或是彼此的好奇心没有延续下去的话，那这个就没有了。好，因为
因为这一张太阳牌所出现的这个讯号哈，对我来说很像恋人牌哈，所以它那一个火能量，或者我觉得带有很多的风能量在里面。这组牌的太阳牌，我觉得它会让我联想到恋人牌的那种快速性、那种表面性哈，所以我才会说可能会有一种很快一闪而过的一种机会，会很快就溜掉哈。所以你刚见到的时候，你要好好把握机会哈。那个第一次的把握机会还蛮重要的，记得哦。遇到喜欢就想办法先留下联络方式哈，后面的发展才是至为关键哈。来，我再看看，如果你已经认识之后呢，你们的发展会如你所想的那样吗？这牌怎么这一刻这么难洗？到底是在阻碍我要挑谁呢？哎，我用打挑油的方式抽哈。你们后面的发挥还不错哎，哦，你们会慢慢的建立起你们的关系哈，然后还会有一些机会是，而且你们还会有共同的朋友出现，你们会慢慢发现你们其实有共同的朋友，你们的生活圈没有太遥远哈。因为这张我再抽一张别的好了，这张刚刚看过，女人也有，这也有，好。你们的相遇是一定会相遇的，因为你们两个需要认识彼此哈，来认识彼此，来去交换一下对于你们的共同兴趣跟。因为你会去一个同一个场合嘛，像刚刚说要去一个很多人的有一些什么身心灵的场合啊、演讲啊、座谈会这种，你们会去表示你们有共同的兴趣哈，然后你们两个的相遇是必然的，因为你们的共同兴趣互相符合的时候，你们会交换更多的意见哈，会在这个兴趣上面会有更进一步的进步哈，会更挖深这一个兴趣的一个深度，然后你会探索更多、更精致一点哈。所以你们两个的出现在这方面是，你们两个的相遇就会因为这个部分而让你们两个相遇啦。然后也因为有共同朋友哈，所以你们其实你们甚至不会以陌生人的状态单独的见到面，甚至有可能是从朋友的介绍里面，然后在那个场合里面介绍，然后互相认识哈。大家会在一个简单的聚会里什么的，然后你们会有一些谈话或交流哈，然后最后你们两个会对彼此产生一些兴趣而留下了联络的方式，后面你们才会自己再约出来去探索一些别的哈。然后但是还是会环绕这个你们原本去参加这一个活动的一个范围里哈，然后才会去衍生出你们两个独特的两个人共同的步调、共同的兴趣、共同的话题，哈，这边有看到共同话题，不过我还是觉得还是缺少很多浪漫的气息，我们两个人还是会谈论更多的比较严肃、比较呆板的事情啊，比较呆板的事情，没有那么活泼哈。你可能要自己创造，这里只有圣杯侍者哈，那个水能量我觉得不是很够，对。你们两个的关系的进展需要去创造一些新的话题哈，而不要一直环绕到你们原本就固定那些，没关系，创造新的话题哈，然后尽可能的，他这边有看到是多数人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你们俩的关系会比较容易密切哦。如果你们两个单独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蛮尴尬的场合出现，就是两个可能因为性质太相同，创造一些有趣的新话题，可能两个都不太擅长哈。所以你们两个初步的时候要关系比较密切，要关系比较近化的，可能要靠一些朋友或是其他人来帮忙哈。反正就是可能要混入人群里，混入同才里，混入一些。就是大家出去可能是4、5个一起出去，或是5、6个一起出去的时候，你们两个才会有机会私下会创造一些被动式的关系的聊天或谈话。如果两个1对1出去的话，你们可能聊天会有一个极限哈，因为两个都算是比较耿直的人，比较创造力没那么多啦。因为那个这刚翻出来的那个宝剑能量不多哦，你们一些创造力啊、想象力的东西在谈话里面不太多哈。因为你两个人关系看起来是比较稳的、安静的，比较温的，你们的感情关系比较温哈。但是其实也是可以两个人单独出去，然后慢慢的去培养你们的话题啦。你们还是可以显化出，还是可以创造出你们两个共同的语言哈。但是节奏会比较慢哦，不知道能不能撑到大家创造出你们
的关系的那个方式。但是我觉得初步的时候还是多依赖一下朋友，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好，你们两个的暧昧可以建立在跟朋友大家一起出去的当下哈，你们的回忆一开始初步的回忆跟初有的回忆可以建立在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啦。哦，来，我再帮你多看一下这个人哈。好哈，他心底有很多很喜欢挖掘一些内在层面的事情呢，但是都是物质，他比较在乎挖掘一些物东西的价值哈。然后他喜欢思考，但他不太喜欢说哈。太阳牌出现3次了，我必须说你们两个的相遇是势在必行的啦哈。虽然其中包含了非常多的未知、非常多的探索，但是没关系哈。那个太阳牌已经出现3次了，你们的相处是非常往一个非常好的方向，你跟他的遇见也是非常好的方向在进行的，是一个健康的什么的，慢慢的往那里走。然后他是一个很喜欢探索事物物质本质，他喜欢探索事情本质的人，而不是精神面的哦，是事情本质的人哈。什么叫做事情本质的人？就是打个比方了哈，譬如说社会科学的东西，譬如说一些交通方面啊，怎样才可以比如说这个部分，就哪个城市的，他喜欢看一些，比如说哪个城市的交通很乱啊，他会去比较哪个城市的交通比较乱哈，哪个城市交通比较好，他喜欢看这种影片，他喜欢了解一下事情的本质哈，或是比如说矿石啊，矿石为什么有差异啊，颜色什么，这是打个比方并不是他哈，就是他会了解说这样子产生的差异在哪？比较科学、比较数理、比较物质哈，不是精神面的哈，不是那种比较神秘学的哈，不是比较天文那一种，他是比较在乎物质的。对他来讲，这个是一个知识或是自我本质的提升哈，一种能量跟力量跟一个知识含量的提升，因为他觉得这个才算是比较能够实际用上的一些知识哈，不是一些冷知识啊或什么哈，他能够帮助他去理解很多事情哈。这也难怪，我觉得你也是，不过你也是这样子的人啦，然后。虽然说来看塔罗牌的人会比较重视精神面，但是我相信有些人还是比较在乎物质，哈，比较在乎东西需要触摸得到，这种五感需要有感受的哈，看得到、听得到、闻得到、摸得到、听那个就是尝得到这类的东西啊，你们也许会比较在乎这些东西，它能够证明的感觉是存在的哈。有些人需要一些无感的感觉来证明自我存在啦，但有些人只要精神面想通，他就会觉得自我存在，这是完全不同方向的哈。那今天这一组呢，它是属于比较物质面的哈，他喜欢一些东西摸得到的哈。再看一下，他其实内在力量还蛮强的啦，他。虽然自己内心有非常多的问号哈，可是他自己还是能够面对，他其实自己一个人就能够面对非常多的事情了。好，那你的存在比较像，我觉得你的存在比较像是在跟他交换更多的一些知识量啊什么的哈，然后才会产生知识量，然后他觉得你可以补齐他对于某些东西的知识向往、内容向往。好，然后你们做交换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伙伴的感觉，他会把你当成是一种伙伴的感觉哈。他喜欢跟你谈天说地，可以聊非常多的事情哈。比较内在的、比较内在的东西，比较秘密的东西，比较小众的东西，他很愿意跟你聊哈。他觉得你也可以理解哈。然后关系上，不过我觉得这选到1号牌了，我就觉得你现在遇到这个关系，那个精神面、感情面浓度真的都不够哦。好，关系会变得比较有点冰冷哦，但是这可能是你们的相处方式会比较没那么灵活，没那么活泼哈，也没那么嘈杂，我觉得有点过度安静哈，你们的关系哦，然后火花。感受上、感情上的火花是有，但是生活上的火花就没有那么多，就没那么多创意，那么多的冒险值，没有那么多的挑战值，没有那么多，都是平平稳稳的，这个关系就平平稳稳的走下去，哦，但是还是可以迎来蛮好的结果的，因为太阳牌都出现3次了，然后权杖6也出现了，然后有些力量牌也出现了2次，表示这个关系是被祝福的，然后你们底下的支持这个关系、这个感情、这个爱情的力量也是稳固的，并没有什么很絮乱的哈。只是如果
你是比物质，你精神面也是有要求蛮多的，并不是完全物质的人你可能要有一点忍耐你可能要有点忍耐跟学习，有的时候跟他没有办法讨论太多精神面的东西，因为他要理解精神面的东西，可能要花更多的力气。你是比较简单，也许，但是他可能花比较多的力气。但是你要反过来想你可能可以学习他怎么看待一些具体的东西，他怎么解释一些具体的东西，他怎么看待具体的东西，他甚至可以把感情这件事情用比较具体的方式去描述你可以学习一下他的这个语言也许对于你去显化一个爱情，让他怎么生活化，让他比较现实、比较真实，可能会找到一些新的窍门跟新的理解，因为他在这方面，他可以把精神面转化成物质，转化成具体的解释他是比较擅长这样，而且他是一个从内在就已经会自然的把精神面转化成一个实际的、现实的方法的人，他甚至不觉得他要把它分成精神面跟物质面，他觉得全部都是同样一件事情只是照我们现在来看，用物质跟精神分类的话，它是比较偏向物质的一些思维模式尤其影视牌又出来了，我更觉得他就是对于物质上面的思维会比我们通常两边都在相互调和的人更加的精确啦。就是他对于就是有些人他把爱情，他有说他选一个炙热的爱情，还是选一个稳定的生活。他有说分不出来，他想要跟一个人交往是在选一个稳定的生活，还是选一个炙热的爱情。有些人分不出来，但有些人极度浪漫的人，绝对浪漫的人，他就会知道说他在选一个炙热的爱情，他那个感受力很强。可是常常会忽略了什么叫做具体的生活感。可是这个人呢，他把对于爱情的渴望，他已经把它融入在生活感这一件事情了那生活感有什么？当然就是那些具体的东西要食衣住行都要很有感觉，都要很有品质。他觉得把浪漫这些东西都已经融入在这里了，所以他是一个选择生活感比较重的爱情观念的人你要这样子想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精神跟物质就是直接划分的，他是看他怎么融合这两个，或是有些人是把这两个分开来对待的但他不是他就是已经融合起来，变成一个比较生活感的、比较具体的、比较物质的。好，这可以重复讲让你能够深刻的体会我刚才说的物质是什么好，所以选到1号的朋友呢，你就是可能会在一些比较多人的场合啦就是会有可能有演讲座谈会或什么，就是有一个人在散播一些价值观的场合或是一些成功分享这种场合或是一些座谈或是一些课程反正去学习，反正会有一种这样子的场合，你会遇到这一个人然后你们会在一些共同的兴趣上、共同的价值观上展开新的谈话，然后你才会知道有这个人然后他的外在各方面都还不错，你一开始就会很满意的。好，这就是选择1号的朋友希望你在这个春天能够真的遇到这样子的人满心祝福。那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在盘面上的象征的诠释希望能够帮到你，给你一些更好的正面的思维。好，喜欢的话记得按赞按赞对影片和频道很重要谢谢你来听。来现在是选到2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你会在这个春天在哪里跟他邂逅呢？你会在哪里遇见他呢？这个春天那春天的范围看你啦我是觉得2月底6月之前都算春天看你或是你一个心境上的春天也可以看你反正你看到这个影片之后，你自己再推敲那个时间范围来帮你看看你会遇见什么样子的人，会在哪里邂逅然后会在什么样的场合，然后他是什么样子的人呢？怎么突然觉得这是一个一些爱心活动的一个义工活动，或者参与一些爱心活动、参与一些助人的活动里，你会遇到他目前看到是这样子它是一个蛮实际的场合，这个场合有比较多的宗教感。你可能在比较宗教仪式、宗教活动或者什么，去参加弥撒或什么的，就是它里面有一个牺牲奉献的感受的一个场合啦，所以我才会说可能是去做义工或者去做一些爱心活动去救流浪狗的活动或者这类型的就做一个暗示给你然后它会有一些金钱的付出，一些捐献然后一种非常爱的能量非常多的场合，你会遇到他你会被他的某些内心的热忱、内心的善意所吸引因为你也是这样子的人，你也特别喜欢这样子的人但是我必须说，他在现场他在当下会太专注于他现在做的事情他可能不太能注意到你，他实在因为你会先被他吸引住了然后他有一个能量爆发，他的魅力也爆发，你可能会跟他聊到天他开始会有点在意你这个人的存在
但是一开始初步的时候的时间没有，他可能会到后面，就是在那个场合，他才会。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很短暂的接触机会，会聊天或什么，会彼此只是一个初步的认识哈。可是他在他心里就会留下一些印象哈，他会慢慢的才会注意到说，诶，这整个场合里面这些工作的人或什么的，好几个人里面有一个人特别让他在意哈，他就发现是你，然后你们可能之后才会比较多的一些谈话哈。但是在当下可能还是以服务跟做事情比较重要哈。所以，如果你想遇见的话，选到2号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有什么活动，你周遭有什么机会哈，有什么活动是你能够去帮忙的，去做一些奉献感的一些事情，你可以去看看，你可能会遇到这个人哦。来，我再帮你看看他的能量哈。的确是我刚刚说的一些活动的东西都有出来哈。它有一些是。他也有可能会在你去做一些心理治疗、咨商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陌生人，也有这个讯息耶，因为他这一张牌告诉我说，他有一个第三方的人介入了你们的环境，就说这个需要有一个第三个人把你们两个引到同一个空间里，这里哈，所以我才会说有这个，然后你们会对某种同样的精神面。同样的精神面的思维，你们会有同样的精神方向的感受，所以我才会说有些像是諮商啊或者什么的环境，去看医生的环境会遇到这一个人，因为他有一个共同感哦。然后你们会有一个请求帮助啊，或什么的。所以这张牌出来告诉我说，你们两个其实是一个几乎完全的陌生人，你们甚至没有共同的生活圈，你们两个距离是非常遥远的哈。然后你们会在你们心里会有一些共同的思维的困难，也因为你们两个有一些共同的精神上的、情绪上的这些啦，精神内在上的一些共同的问题，所以你们。会创造出一个你们两个会共同出现的场合，所以我才会说，可能一起去諮商、一起去看病啊，或什么活动的时候，你们有可能会相遇哈。他可能就是坐在你旁边等时间的人，等叫号的那个人哦，也有可能哦，好像有2种遇见他的可能有出现了，哦，好，目前是这样，还没有看到那个人呢，所以目前看起来好像不只会遇到一个人，好像会遇到2种人，但好像会遇到2种人，但我对这个能量的感受是同一个人呢。哦，但也有可能是你在那个服务或是牺牲贡献，就是内心需要去帮助别人那些场合，做义工啊、做服务的工读生也可能啦。那种场合你会遇到他之后，你们才讨论说，原来你们两个需要有一些心理的困难哦，两个人能够互相理解，所以两个人互相介绍说可以去做什么諮商啊，或者去看什么医生哈，也有可能是这个话题的延续，让你们两个人能够连接在一起哈。但是不论如何，到了这个阶段，我还是觉得你们两个距离有点遥远了。然后就是两个人还没有打开那一种爱情的感觉，还是属于一种比较普通朋友的关系。但至少会遇到了哈。所以如果你遇到了这样子的人的话，你很在意的话，通常应该就是这个人哈，因为你的在意，对方也蛮在意的啊。因为两个是类型蛮相近的人，目前看起来类型蛮相近的人，磁场各方面并没有冲突，是蛮相近的人，而且一直有一个能量要把你们两个拉近，只是。好像距离感还是蛮多的，我们两个还是有一种生活圈啊，各种朋友圈都还是不太相同的一个状况，所以你会在一种特别的场合，就是像这样子，特别你需要为了你个人的需求而去的场合的时候，你们才会相遇啊。所以才说有一些什么看病啊、咨商啊，因为他这边心灵的东西蛮多的，精神面的东西蛮多，所以我才会说比较像是咨商啊、看病啊或什么的那种个人需求比较多的场合会遇到哈。然后你去做义工、去服务他人、去做一些教会活动或是一些宗教活动哈、寺庙服务这些的，也是一种心灵的补足和心灵的补偿的场合，然后会遇到他。好，来继续挖掘他这一个人哈。我现在翻的是。我在跟牌子说，不要再给我两个人的关系的联动跟场合了。来，这一个阶段帮我们看看对方是什么样子的人，好吗？我要的是对方是什么样子的人，我需要更多对方的资讯，我想要更理解哈。让我吸久一点。
帮我看对方是什么样子的人，他的能量如何，好吗？对方其实，在精神面思维上面，他有一点点刚愎自用，他比较相信自己的想法或什么，他其实比较活在自己的世界。我想他可能近期也没有谈什么恋爱哈，他也没有特别觉得他需要恋爱哦。目前看到的，他觉得自己的目标为他人，我觉得他还蛮重视自己个人的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个不包括爱情，所以他可能对于爱情的敏感度比较低因为他本身并没有在追求这件事情他有遇到蛮多喜欢他的人，但他都没有特别的回应目前看起来他都没有特别的回应。这样子看他，我想知道说，那对于我们今天来看的观众的话，如果他遇到了，他的反应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是只会让我们的只会来看2号牌的朋友只处于这种单恋的状态，有没有办法突破关系，还是？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突破？遇到这个人之后，怎样他才会有一种爱情的感受会出现呢？好，来帮你看一下。这边看到的是说，如果你在团体活动里做更多的事、更多的服务、更多的时候，才会引起他的注意了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博爱的人所以他希望他的对象或什么能遇到的人也是非常博爱的。可能他对于他只有这样子的人才比较有吸引力。但是我觉得这种博爱到最后也会变成是你会变成是非常好的朋友、非常好的 best friend 或 soulmate 的。可是我觉得至少进入了这个状况，还有机会才会变成恋人但是没有可能选2号朋友，你遇到了这个你喜欢的人或者什么，你们有默契的人，你们很难马上就进入变成恋人关系。但是你会邂逅这个人没错啦。你会在春天遇到这个人没错，他会在你的生命里变成一个新的亮点会出现没错。但是要进入恋爱的方向，我就算这个因为为什么这个恋人出来，我就说还是没有恋爱的感觉。因为这个恋人，我觉得他出现在这个情况里，我觉得他的爱的能量被压得非常低，他变成只是一个片面的认识，已经被简化到只是你的存在感被加强了在他的生活里。但是我心态上，我希望看到的是，这个人对于爱情的价值观，或者他对于爱的渴望的时候，都没有给任何欲望的牌，反而还有一种我不想知道，他有点抛弃了所有的情感的方向的牌。他更在乎的是整个生活里、现实里，他怎么对抗这个生活。他更在乎的是社会的公益，或是为其他人服务这些他在乎的东西我觉得比较接近博爱啦，他的爱比较接近博爱啦。你看这里也有施舍帮助别人的东西也又出现所以如果你喜欢他，要让他注意到，我觉得投其所好比较在这个方面，在选到2号牌的朋友来说，投其所好才是重点。但是你必须连你自己都要去喜欢这件事情，投其所好才有效果但是既然你会在一些服务型的工作里面遇到他，表示你可能也对这个有兴趣了。但是你可以扩大放大，或是更加的努力去表现你在这方面的付出就会吸引到他了毕竟其实他真的他对于服务他人这一件事情蛮中二的啦，蛮活在自己世界的啦，其实还是蛮小孩子的啦但是也因为这样子，他其实蛮有一个 pure 的心，也蛮有赤子之心的所以相反过来，他可能对爱情有一种怕受伤害的感觉了。可能他自己也拿捏不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爱情是什么，因为他可能经验也不多。但是你却会被他吸引住，表示你也喜欢他那一个跟其他人与众不同的一个样子但是必须说，这个人对于以爱情来衡量的话，要成为一个关系，这个难度其实蛮高的，因为他本身就没有那么渴望爱情所以当他如果遇到了爱情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蛮激烈的反应啦。他不是一个对爱情经验非常多的，或是理解能力非常好的。有些人虽然很聪明，他能做的事情很多，但他们对爱情的观念的第一经验不够，第二就算经验多，理解力也不够好。这不是一个基本的能力这是需要一点天分的因为我们的人的个的本质要分配好嘛。有些人就是对爱情的理解比较强，有些人就是经验了非常多的爱情，他还是不太理解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爱人，什么叫做对别人好，什么叫做对别人好不等于是给别人所需要的，这都有很大的差异但他在这方面可能就比较木讷所以他可能在本质上他有放弃爱情这件事。他当然也会有喜欢的人，也会有崇拜的偶像，喜欢的对象，喜欢的样貌他心中想象的
梦幻的人，但实际上对于实做爱情这一件事情的话，他就没有那么渴望了。还是有这个差别哦。但是我目前看到的是，他对爱情的想象跟放付住爱情的能量其实非常小的，快速非常小，都灵光一现就过了。他没有非常专注，也没有渴望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渴望他，你可能要投其所好，跟他做更多类似的事，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才有可能进步到恋人的关系哦。好，来，我再帮你看更多，帮你看，如果你遇到了这个人，现在看起来是你的主动性需要高一点啦。我是觉得，如果你近期有遇到这样子喜欢的人跟你被我形容的很接近的话，我帮你看看，你们的成功机会会多少了？直接看这样子就好了。因为他为什么可以翻成功机会？因为如果表示说，如果你未来你的能量是有两个人是有相遇的，是有相聚的，表示你们两个人那个能量是有在这个共识性的空间里面是有散播出来的。那个意识上面会有一个能量告诉我说，其实这个能量是存在的。那如果没有牌，就会翻不出来只会变成比较淡，可能朋友。目前看起来牌面上是你们可以变成朋友或是兴趣比较相同的，可是它最多会变成只是伙伴哦。目前看起来是最多就只是伙伴我来看一下到最后有没有机会变成是桃花那边的、爱情那边的变成恋人因为这个人本质不错了也就是说，这个春天里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会成为你的恋人整理起来就是这个问题来看一下有好有坏，让我仔细思考一下。机会不大，但是有奇迹点会发生。这个契机点是在于，你会有很特别的表现会吸引到他，但是你必须要有那一个表现，所以我才说你可能要做更多付出的事情，你要更付出对于这一个我刚说的就是有奉献的这一个工作，有这个服务工作里善意更多的这一份工作里，这一份事情里，这份事件，它不一定是工作，它可能是你另外在找的一个活动可是它可能是要去帮助别人的那一种它是一个比较善意的事情，比较善意的事件善的能量蛮高的因为他那个人就是这样子，他本质上是用更多的善来补足自己内心的空虚啦所以如果你们的关系要变得更紧密更多的话，你可能要更多的付出，更多的牺牲，而不是只是玩玩的去参观的去试看看的，不是因为你被他那个的吸引力吸引住了，表示他把这一件事情的能量散发的非常大，才吸引到你嘛。那你要跟他并驾齐驱，要成为他的伙伴，再更上一层楼的话，你可能也要做更大的事情这里我只看到就20%的契机是你们会变成恋人但是变成 best friend 变成 partner 这 OK， 这可以但是这个人也不错，交到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也是有机会的，也是不错的但其他的就太多的犹疑跟太多的奇怪的能量在阻挡你们了。好，来我再继续翻，也许有啦再看。还是一样，就只有20%、20%、25%的机会，但是不代表完全没有啦，就看你有没有办法更努力去创造更多的机会跟他相处但是我觉得先遇到比较重要虽然我们这春天你要先遇到这样子的人比较重要一个散发着我为人人的能量很强的一个人他非常迷人，他在外在也非常迷人，他做事情也非常迷人他非常吸引你，但是他的眼光或注目的焦点都在自己的身上，跟他想做的事情上面，他很难发现你他很难在看到你之后把你想象成是他为了恋人，或他本身的价值观或是爱情观没有那么重所以你要自己去创造。如果你已经被这个人吸引的话，你要去创造你们两个的相处关系，你要去创造你们的关系是比其他人更独特的，你要去创造他
不能忽略你不能忽视你的那些机会哈。所以这创造的契机点就是你要做更多的事情，跟他做一样的事情，他做多少你就跟着做多少，他就会对你有刮目相看，好，对你的存在感会更加的加深哈。如果你想挑战这个的话，你需要做这些事情哈。来，这就是选到2号的朋友，你在这个春天可能遇到这样子的爱情挑战哦，但是这个人不错，如果你遇到的话，希望你好好的把握哈，因为他后面可以挖掘跟开发这个人对于爱情的一个能量本质，他本质很好的，所以我相信他在爱情上面能够发挥的很好，因为他非常在乎人，他非常有恻隐之心，他非常能够体会其他人，他对其他人的共感也很强。所以如果这个人跟你在一起的话，他非常能体会你的心，他非常能够理解你的被伤害是什么哈，他那个能力，他会转换到爱情上面的时候，会转换的非常好。如果你遇到的话，希望你，如果你想把握的话，好好把握一下吧。如果你不想挑战，没关系，跟他做朋友，跟做好的朋友也是 OK 的啦。遇到这样子不错的人，你能够学习蛮多的。好，这就是选到2号牌的朋友，希望能够理解我对牌面诠释的，象征的诠释。如果有帮助到你打开一些思维的困境啊，或是一些新的句子哈，能够打开你一些观点的话，希望你对影片按个赞啊，按赞对整个频道很有帮助哦。谢谢你来听。来，接下来是选到3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在这个春天你会在哪里遇见他呢？在哪里邂逅他呢？哈，也就是说，反正就热的季节不一定要到夏天，反正你自己心里想的春天的季节是什么就是什么啦。哦，然后你会在什么样的场合遇到他呢？会用什么情况遇到他呢？我来帮你预测一下哈，看看哪些机会能量会比较高哈，帮你预测一下。好。会在一个庆祝某些事情的场合会遇到他，表示这是一个我必须说，他必须是你们2个的朋友圈是有交集的场合出现的。有什么？有婚礼，有生日 party， 有学校的活动，反正或是亲戚朋友、表哥兄弟姐妹的一些家庭聚会，主要是2圈不同的家庭朋友你会遇到他哈。选到3号的朋友，你要遇到他，你必须要在2组不同的团体的交叠处那种场合遇到。婚礼这里暗示我第一个思维是婚礼有，还有一个是一个国外的旅行有，国外的旅行去见到当地的朋友。外国的朋友的时候会遇到，哇，那这个就有可能是远距离恋情咯，或是也不可能，也不一定，或是2组同样是从同一个国家去到一个不同的位置然后2组人会遇到，也有可能打个比方，有可能是你从这里要去滑雪，然后你到日本也有去滑雪，然后在滑雪的地方他们是共同的朋友共同的朋友，但不是你的朋友，但他们共同朋友相聚的时候，你会认识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所以。选到3号的朋友，团体活动非常重要你要在团体活动里遇到这个人，然后他一定是你朋友的朋友，一定是你朋友的朋友，要受。目前看到是这个能量好，我再帮你翻好。我很少会讲说一定是什么我刚刚就脱口而出了，但是给一点保留，大概就抓60-70啦但是我刚刚就是脱口而出一点。那个能量蛮强大，我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说的目前有看到是厚脸皮一点，最近有这种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活动，尽量参加，尽量接触他这边人的能量蛮多的。如果你不去的话，你就会失去非常多的机会。他这个开创性、位置的开创性、空间的开创性，一个新的天地的开创性的牌出来了然后这边有看到你们2个会怎么接触，你们2个会在共同的话题上。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你会在共同的话题上找到彼此的默契人很多，然后你们会在莫名的一种观点，比较小众的观点上达到彼此认同，然后会对彼此的存在感会突然2个人会突然入眼会看对眼。整个团体里就只有你们2个是同性质的人，所以你们2个会突然发现彼此的存在很重要但是你必须要去创造跟跨越。就是说，如果你最近是不爱出去的，你很少跟别人出去，那最近今年你一定要尽量去参加比较多人的活动，跟朋友一起出去，尽量厚脸皮的要去参加，或者别人邀请你就马上答应你，因为他需要你在朋友圈的朋友圈里
朋友圈的额外的朋友圈里，另外的圆心圈里面，你会遇到这一个人哈。哎，我看一下那个人的能量哈。我现在脑袋突然好奇，这个能量是往你这边使来的吗？还是他在原点不动，你需要去遇见？哦，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他还是不太一样。我突然有一种好奇，我发现他那边的能量我脑袋突然一闪而过，他那边能量是没有在移动的哈，一直有一种讯号告诉我说，你必须要迈步往他那边走过去。有的时候是你在原地，他会走过来，那个讯号也会蛮强的。但今天这讯号就觉得他在原地，你需要去过去耶。帮你看清楚是什么。我要翻的是，对方是在等他，他是无意识的在等他出现吗？等你出现吗？无意识的，对，他在原地，两张牌的，他在原地耶，他在原地进化成要与你相见的能量，他在原地转换中，然后他现在还不适合你，但你走进到他位置的时候，你出现在他附近的时候，他已经转换成功了，他现在还在原地做一个自我的转换。这不是有意识的，这是无意识的。他可能最近在忙一些事情，在做一些功课，在做一些考试，或者在做一些生活的挑战。然后他在你遇见他之前，他会挑战成功，他会变化成一个新的样子、新的人，他会进化，他会成长。然后那个时候，两个能量就会对齐，你们就会遇到了。的确然后那个时候，你们会有一种比较接近的生活价值观，价值观比较会有对生活感、对生活的向往或什么的时候，会在这一个慢慢接近的过程之中，达到一个对齐，达到一种共识，然后两个的话题才会在那一个遇见的时候产生一种交流才会一种共振会跑出来现在还没有，所以现在才会拉开距离，因为现在好像宇宙还需要一点时间让它做转变那我再看。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张牌让我看到你走去它的这个路上开满了花它还是一个距离还很遥，你还离它非常远开满了花，开满这个整个路上是越走越开花，越走越丰沛越走越多，越走越多愿望该越走越多愿望要实现，越走越扎实然后稳稳的走，火能量蓝莓不会少。你慢慢的走过去然后你们两个的关系各方面的感受会越来越强，然后到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就会一触即发。他现在有这个能量慢慢走，但是距离真的很远。你看这个是一个不动的牌这个是一个显示距离的牌你们的距离很远，然后他在原地不动，他真的还在原地不动。这个牌是他在等一个未知，那他因为在等，所以他并没有在动，他并没有在迈开，并没有在前进然后这个崩坏感是告诉我说他正在蜕变他这个能量在改变，在重新建造，所以我才会说他在原地不动，然后他需要花时间去创造一个全新的他，然后你才在一个很遥远的距离，第一张牌跟第二张牌是一个这么遥远的距离，可是这个路上呢，却有很多好事件一点一点的发生。我觉得这比较像是说你在遇见他之前呢，你也会有很多的成长，你也会有很多的收获。不关于他的，是你自己会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我比较去感受到是，这是一段好事，它不是一件好事，是一段好事。你的能量可能在宇宙或者在整个能量场，你被他这个能量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下被吸引住了，你被他牵引了，然后你再慢慢的往他这边走去。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已经帮你做好的路。这个慢慢走去的路上，会让你慢慢的觉醒，慢慢的有很多收获，有很多人会帮助你，你的最近的努力或工作都会得到更多的报偿之后，让你有一种很快乐的心情，然后遇到他，然后当下你就会发光，然后当下你也会遇到他已经蜕变发光的他，然后两个就当下非常契合，但是这个能量只有两个彼此会发现这是就是一个无意识的行进，一个无意识的行走，然后你会走向他。目前看到是这样。好，我再来看一下其实3号牌其实蛮顺蛮好的没什么阻碍。来，帮你再看一下，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然后他是什么样子的人？哇，已经2章，我不知道要不要往下翻。已经3章，完全用来形容一个人的。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他是一个努力总是很有成果的人，大家都很赞赏他，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很扎实去努力的人。但他心里的伤害，他不会跟别人讲，他会把自己包装着非常的光彩，非常的漂亮，他不会把自己的受伤那面显露出来。但是因为这些受伤，这些难受，他自己隐藏起来了，所以他让这些痛苦变成他内在的一个全新的发芽，让他丰沛起来。所以他绽放出来的外在是被大家羡慕的，是一种很丰沛的知识，各方面表现都是非常丰沛。他不是一个空虚的人，而是一个大家很向往的一个人的状态。蛮好的。但他，等一下，我再翻2张牌，我确定一个东西。没错。跟我想的一样，但我看到的是这个。我刚刚脑袋出现的是，我觉得他很认真的在选择要跟他在一起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如果确定跟谁在一起后，他会无私的奉献给你太多，他很害怕他会付出太多，然后因为他知道他能够给你的东西，甚至可以带领你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是那个世界是他想象中的完美世界，他需要你跟他一起投入一个全新的下一步，所以他选择恋人的感觉是，当我确定要跟谁在一起的时候，我的人生要进入全新的下一个阶段了。我要跟这个人一起去实现更多的梦想，譬如说我们要去环游世界，或去哪些国家，我一定要一起去。然后这个人一定要成为我最好的伴侣。然后我们要有共同的意识、共同的默契，生活要非常自在。他把这个恋人的想象放得非常的完美这样，但是他并不会给你压力。他会绝对的付出给你非常多的付出，非常的满足你，会甚至会宠爱你所以我才觉得前面上一组牌告诉你的说，你会一直进化变成一个得到很多收获，然后进入，然后遇到他，是因为你要遇到他之前，你会成为一个能理解他这个奉献、牺牲、奉献的这一种很多爱的他。因为你没有进化到适合理解这个爱的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给你的东西会给你压力太大了，你反而不会转换成一种珍惜，或是理解他的牺牲奉献，或是感觉到甜蜜的滋味。很多人的本质没有到那个等级的时候，当别人付出的爱过大、过多、过重、过浓厚的时候，他们反而变成是一种，他们会感受到是一种压力。我是觉得这是因为他的本质还接收这个爱的人的本质还没有不够有体会对方的辛苦啦。他只会比较意识到自己，我们要那么多的爱，我们要什么，他会感受到压力。我觉得这还是一个人格上的阶段还没有到那里啦。因为他这种付出的爱，或是这种虽然很浓厚、很强烈、很炙热，但是他必须真的要遇到一个接得住的人可是目前看起来是，如果你会遇到他的话，你就是已经是那个接得住的人了，不然他会遇到别的接得住的人因为如果他遇到了另一个他，那个人就接得住，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明白这是怎样的牺牲奉献，这是多么梦幻式的、完美式的精神洁癖的爱。接得住的人，他就知道怎么回馈给他，他也知道怎么让他不要这么辛苦，知道怎么让他知道你的每一份爱我都很珍惜，然后他会觉得很值得。然后他会更小心的付出，会更精致的付出他的爱。要接得住的人才能够理解才能够给他一个很好的回馈，让他更知道自己是被珍惜的所以我才说前面你还有一段路要走，因为我相信你今天会来看这个这个题目的人，我相信你对爱情还是有很多的盲点啦。但是当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而且就算你已经看完这一副牌的时候，我讲这些话，我觉得你都已经都会进步了。因为我现在讲这，你可能之前都没有想过原来别人因为世界上有几种误解啦，他在某些情况是不是误解的，他是对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他又变成是误解。就像我今天讲的，有些人会觉得别人给他的爱、炙热的爱、无私的奉献给他，他会觉得很有压力，他会觉得呼吸困难，他会觉得他没办法呼吸，他需要自己的空间。但是那是因为他对于自我
的空间、自我的自由，还是非常在乎的。而且他也可能之前没有感受到自己也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付出，或是他本来就还没有这样子的付出过，所以他没办法理解这样子的付出或者这样子炙热的爱，其实还是有呼吸空间，它是有节奏感的。它是有节奏感的，它是有一来一往的。但是如果他还没办法体会的时候，他会觉得对方是一个单向的，一直搪塞，一直给太多太厚重，然后你没有容量能够容纳他给的爱，然后就觉得呼吸困难。那是因为你可能还没办法理解这个爱是哪一种，它其中的柔软度，它其中的氧气在哪里啦？因为他对他来讲，他并没有觉得很难呼吸啊，他觉得很自在啊。所以如果你是能够符合这样子的模式、这样子的模组的人的时候，你就能够接得住这样的，而且你甚至也会这样子对他，因为你觉得两个人关系需要得到一个平衡，然后你也知道你也能够做到像他这样，然后你会很享受这样子的付出，然后也很享受接受他的这样的付出，这种一来我往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然后这个爱情的炙热浓度会一直维持下去，一辈子都有可能会一直浪漫下去，因为你们找到了这一种爱的付出的模式，而且两个人都非常合哈，所以我才说另一个他一定接得住，如果他遇到是另一个他一定接得住，但是选到三号牌的朋友，我觉得你在走向这个方向去，好，然后甚至这个题目会激发你心中那一个炙热的浪漫、绝对的浪漫的思维。好，那如果没有呢？如果你觉得这太难了，这没有，你不太相信这个的话，那可能你会遇见他，但他可能不会是你的恋人。你会找到一些默契，会找到一些特殊的，但是你可能只会存在于崇拜他、羡慕他，或是觉得他的做法不可思议的阶段而已。然后成为他的恋人，要成为他走到下一个人生的阶段，未来性可能就没有办法发展下去了。虽然你被他的能量牵引到这里了，但是你们能到的程度可能就到那样了。好。但是我是相信学校三号的朋友，你在这个阶段跟我刚讲这个话的时候，如果你能够理解了，你有悟出来我刚讲话的那一个间隙的智慧的话，我相信你会遇到这样子的人的时候，你们会一拍即合，然后有一种绝对浪漫，然后又在一个很扎实的现实里维持住你们的炙热的爱，好，还是有机会的。好。我还可以再翻一点点，再帮你翻一下他的人的本质了。被我说出来了哈，刚刚就被我说出来，他是一个非常内在、非常炙热的爱的啦。这张牌我每次都说，这张牌拍出来，我们就直接把它想象成是罗密欧的故事哈。他这个非常炙热的爱的人，但他也是非常在乎内在精神面的真相的人了哈，然后命运之轮又出来了。命运之轮，我觉得它是一个推动两个关系的一个牌哈。我觉得他的内在能量一直在增强，他一直在把你牵引着往他那边走哈。我觉得他把你拉的速度也会有点快哦，有点在加快了。因为他一直在进步，在进化哈。所以你近期这半年或什么各种这个春天或什么时候，我觉得你各方面身心灵啊、精神面的一种智慧面的这些东西的领悟或是学习，我觉得你可以多做一点哈，多接触一些身心灵的智慧啊，多接触一些神秘学的一些逻辑哈，多去听一些智慧之言呐，什么大师级的啊，什么各种宗教的那些小的短影音哦，你可以多去看，让你去理解一下那些生活的智慧哈，来去开窍你会一步一步的进步。这段时间你的内在的知性或智慧面啊、悟性会大大的提升。最近你的领悟力会比较高啊，你可以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哈，然后你会显化。这个人的机会跟几率就会更大了。好，这就是选到3号牌的朋友，希望你能够理解3号。选到3号的讲的东西比较难一点哈，你可以重复听，或者你可以先把我的声音留在脑海里，然后先不要去理解，先让我的声音留在你的脑海里，或是几个句子留在你的脑海里，你不要去理解，你让它在你脑海里留住，在心里留住，它会慢慢的消化，你会在某天睡醒，或是某天吃早餐，脑袋比较简单的时候会悟出其中的道理，不要特别去想那是什么。不要想不通就想不通，就放着。它可能会在过一段时间才会让你想通，因为你会在各种其他的事情，比如说看电影、看书、看别人的故事、听别人的故事、听别人的聊天里面，突然就开窍了，有可能哦哈。好，这是选到3号的朋友，希望3号，我觉得我给了非常多的不错的建议哈，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对于未来爱情这方面的时候，有一些更多正面、更多的希望哈。如果你喜欢的，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哦。好，谢谢你来听。